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的这个影片我们要来看一株文心兰的兰花，它叫做 Cherry Baby， 其实就是很有名的巧克力文心兰哦，因为它的香味闻起来就像是巧克力一样。那现在看到的一些片段呢，是它之前因为从小盆子然后快长到外面之后，决定为它进行换盆的一个简单的操作跟记录。那当时也是种在介质半水耕，然后因为根系蛮多的，所以必须要换一个大一点的容器。好，那这边呢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操作把它出盆之后呢，放到大一点的容器里面。那当时的这个容器呢，也是介质半水耕的容器，就是它的排水孔是在侧边，然后底部呢会有一点小小的蓄水池的部分是能够提供很长的这种高湿的环境。那换完盆之后呢，当然就是让它浸泡一下，让这些介质也完全都有湿度，再沥干。那这边呢，就是它上个周期的一个开花那当时我的影片分享是在告诉你说，注意看它花颜色的变化在颜色比较浅的时候，是我这边当时气温偏高的时候，就是它裙摆的部分下面的部分呢，白色的地方稍微多一点。然后等到就是天气渐渐变凉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这个颜色有比较红就是它的红色会越来越多在裙摆的部分所以你可以慢慢的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化。它这个是有2-3次的开花，但是都在同一个开花周期里，就是1年里面，只是月份的不同，温度的不同，它开出来的花，它下面裙摆的颜色呢红一点的时候是天气比较凉，它颜色就比较红，颜色比较饱和。那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呢，它开出来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这个刚好跟我的盾花蝴蝶兰是相反盾花蝴蝶兰的话呢，它是冷的时候白色居多，热的时候红色或者是紫色居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这株兰花它在这一个开花周期的一个表现。它这一次来了一个花梗，然后这个花梗呢，比起之前的开花周期来说有进步怎么说？它花梗呢有比较长、比较粗但是呢，它的这花梗上面就没有每一个节点都长出花苞，而且说真的，它的花苞的数量呢，没有我想象中的，没有我预期中的多。不过它这一次呢，是有在它的花梗上面多一些小分叉、小分支，来进而继续开一些少数量的花朵那这个是之前这株兰花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之前它就是单一花梗，不管长短，就是一根花梗出来，然后上面开就长花苞，然后开花。那这一次的话是有多长了分支那这是唯一不同的地方。否则的话呢，它开花的这个表现，等一下你很快就会看到，它其实蛮一致的，就是在我天气比较暖的时候开的是花，所以它的下面的裙摆呢也是白色偏多，就不是你之前看到的那种比较饱满的紫红色了。这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它的裙摆几乎是以白色为边滚边，然后中间有一点粉红色跟之前我们看到的它下面是整个几乎红色，在冬天的时候开出来的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它的香味还是持续，而且是相当一致的，就是那种巧克力香味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美加地区有时候大家就叫它巧克力兰花。肥料上的供给，虽然说文心兰的兰花品种它们是比较需要光线
强一点，然后再来肥料也需要多一点，或者说他们对肥料的需求会比较多。但是因为你看我种的是介质半水耕哦，那它是常常都在高湿的环境，然后在底部呢常常有水，所以我不敢把肥料浓度拉高。那因为又常常有水哦，所以我也不能够就时不时就给它加水。所以呢，我给它的给水周期基本上是看到它里面几乎没有水，我才会重新加水。那有时候呢，这个周期啊，按照季节上来区分的话，夏天大概也要到7-8天才会几乎干，然后冬天的话，基本上2周以上，至少2周的时间。那这边的开花，数量上我觉得 OK， 但没有我预期中来的多。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发现，就是它这个文心兰呢，开完花之后啊，它的这个球茎基本上不会再重新开花，所以其实再过1年之后，你最好是对它进行换盆，所以它呢，在你拔取或修剪根系或拔取它旧的球茎的时候呢，能够刺激它的一些生长。因为我曾经就是这一颗，然后跟我其他几颗就是迷你的文心兰 Oncidium Twinkle， 它们呢就是没有换盆，它一样会长侧芽，可是长得很挤，很挤的时候呢，它们就不开花所以我现在统一的就是开过花到隔年的春天呢，适当时机我就会对它进行一个出盆，然后一方面是检查根系，修剪根系，另外一方面就是把一些旧的球茎就挪掉了，然后让它就是沿用同样的容器，但是有更多的地方生长。那透过这个动作，其实我发现对于兰花有某一种程度的更新，或者会有刺激，所以它就会去更努力的去吸取营养啊，然后长新的鳞茎、球茎，然后从那边去做开花。因为真的以前就是懒惰，然后不换盆，它们就长得很挤，很挤的情况下，在我养护肥料供给、给水供给不变的情况，它们就是不开花。然后一直到了我给它们换盆，然后分株之后呢，它的下一个开花周期，每一株分株，每一个容器里面的分株都来花梗，全部开花。我好奇的就是你们的文心兰是不是也都会进行分株，定期分株呢？还是全部都在一起，它们也如期的开花给你看呢？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